分手后，狗儿子生日，我选了条宠物项链寄过去。第二天，影帝更新社交平台，附赠一张图，并配文：项链收到了，很喜欢。有没有可能那项链不是给你的？今天微博热搜炸了，只因万年不更新社交平台的陆影帝，今天居然发了张自拍，且配文惹人深思。评论炸开了锅，项链收到了，还很喜欢，什么玩意？一觉醒来，我有嫂子了，救命！正在上厕所，刷到这个，吓得屎都夹断了。楼上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实交代，项链谁送的？男的女的？等等，这项链怎么跟我家狗脖子上的那么像呢？写歌词写得有些累。打开微博，看到有关陆燕的热搜，一点进去，好家伙，我给乖儿子买的项链怎么跑到这家伙脖子上去了？还笑得那么灿烂。昨天是大宝的生日，我在宠物店选了条潮范十足的狗项链，并吩咐店员包装进礼盒里，然后送到陆燕的住所。再然后就有了今天的热搜。看着图片上大大的笑脸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搜出已经删掉的微信，申请好友。那边秒通过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给大宝买的项链怎么在你脖子上？给大宝的？那个狗头牌后面有大宝名字。过了会儿，那边极不要脸的发了句：那我不管，我戴了就是我的了。我咬了咬后槽牙，那是给大宝的生日礼物。那你再给大宝补一个。算了，他那么喜欢就让给他，我给大宝买个更乖的。大宝有很多项链，不需要了。你要真想给他过生日，就亲自过来一趟吧。大宝很想你。我正在犹豫，陆燕又迅速跟了句，随后又发了张大宝的照片。照片里，雪白的萨摩耶穿着粉色裙，叼着我以前给他买的玩具，狗眼汪汪地盯着镜头，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架势。老母亲的心瞬间融化，鬼使神差地回了句：我明天过去接他。陆燕欣然同意。第二天大早，我来到了陆燕的小区楼下。远处路灯下，她一身白色运动休闲服，头戴白色棒球帽，整个人身姿挺拔如松，气质出尘。即便只是个背影，也足以引人注意。汪汪！大宝率先发现了我，激动地甩着大屁股，挣扎着想要挣脱牵引绳，力气大的陆燕差点拉不住。我跑过去，将大宝抱了个满怀。头顶的视线太过热烈，我一抬头就对上陆燕口罩上方那双含情脉脉的桃花眼。眼尾那颗泪痣曾是我最喜欢的，每到情动时，我总爱吻住它。虽然时隔3年再次相见，我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。吃了吗？最后是陆燕开口打破了尴尬。我摇摇头。上方，陆燕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就知道你没有吃早饭的习惯。她转身侧眸看向我，还不跟上？什么？楼上有热乎的包子豆浆。再说了，大宝的玩具衣服还在上面呢。我嘴角微抽。所以你为什么不一起拿下来？打开门，入眼就是临江的宽敞大平层。刚进去，大宝就嘤嘤地缠了上来，狗头直往我怀里钻，把我扑倒在地。陆燕眉间一跳，上前想拉我起来，却被大宝左摇右摆的屁股绊倒，直直朝我扑来。好在陆燕反应迅速，用手肘撑在了两边。此刻他已经取了帽子口罩，一张惊为天人的脸近在咫尺。我们四目相对，呼吸交织，隐约能听见彼此胸膛里越发快速的心跳声。奈奈，他深邃的目光锁着我，低喃着我的名字，缓缓低下头。汪汪！被夹在中间的大宝不乐意了，钻出个狗脑袋，舔起陆燕的脸。我回神，伸手推开他。陆燕黑着张脸起身，顶着一脸口水走进厕所。赶走了陆燕，大宝重新钻进我怀里，继续嘤嘤。拿上装有大宝玩具衣服的小行李箱，陆燕将我们送到门口。需不需要我送你？不用，我开车来的。那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饭？可我们刚刚才吃了早饭。最后，陆燕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上了车。大宝，爸爸过几天就接你回家，不用太想爸爸哦。陆燕趴在窗边，企图引起大宝的注意，可大宝却全程盯着我，连个余光都懒得给他。陆燕回到家没多久，热搜就又炸了。震惊！陆燕车库优惠女友。陆燕恋情疑似曝光，嫂子背影杀手，我看得胆战心惊，颤抖着点开热搜。好在图片只有个背影，现在网友都在乱猜，暂时还没引到我身上。中途陪大宝玩了会儿，再次点开微博，热搜上出现了其他名字。沈优夏晒陆燕同款项链，陆燕沈优夏，嫂子竟是沈优夏，起因是沈优夏刚刚发了张图片，图片里她也戴了条同款的宠物项链，只是她是粉色，陆燕的是黑色。我依稀记得这个人，当时他的一首口水歌热度很高，后来出了首质量上乘，连我都忍不住加歌单的歌曲后，才正式进入歌坛的。至于他和陆燕怎么扯上关系的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热搜下的评论逐渐精彩。什么？怎么是他呀？
嫂子要是他，我立马脱粉谢谢。哥，你清醒点，这姐以前做过你的私生。不是，我说陆燕的粉丝别太激进了，夏夏怎么你们了？别太丑女了，我说句实话，就丑女了。你家姐姐靠口水割火的，录音棚里冲工作人员翻白眼，还疑似虐待动物。互联网没记忆了，她就是配不上大影帝。很快，两家粉丝吵得不可开交。吃瓜吃得津津有味时，我的某位站姐却突然在那张背影热搜下评论了句：“这身衣服跟我家奈奈的好像啊，连鞋都差不多，发丝的卷曲程度和颜色都对得上。”岂料就是站姐这么随口一句分析，我就被抬到了众人跟前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原来我的站姐这么爱我，连我的发丝卷曲程度都记得那么清楚。一时间，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更要命的是，陆燕的一个大粉点赞了我家站姐那条评论，并回：“如果嫂子是江奈，那我双手双脚赞成。”底下评论纷纷附和：“江奈人美实力派，甩沈优下不知道几条街。”救命！江奈真的好美，而美还是她最微不足道的优点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？要是他们真成了，真不知道该羡慕谁。一个格莱美评委，一个国际双料影帝，配，太配了！救命！我在拉屎，忽然刷到这个，惊喜的是又加断了。靠啊！来个人把楼上的屎王插出去！受不了了！没过多久，沈优下的狂热粉闻声而来，逮着我的站姐就是一顿狂喷，有的则直接冲到了我的微博主页。能不能少蹭我家夏夏？怎么看到我家夏夏火了，你着急了？过气歌手罢了，这么怕夏夏撼动你的地位？要点脸吧，到时候夏夏和陆影被官宣了，尴尬的可是你哦。看到那句过气歌手时，我气笑了。分手后，我出国深造，所以很少发歌和出现在大众跟前。没想到，居然直接被简单粗暴地划到了过气歌手那一栏。没等我登录小号激情开麦，我那沉寂许久的粉丝大军就按捺不住了。过气，不好意思哈，我家姐姐就算3年不出来，碾死你家的也是绰绰有余哦。现在什么野狗都配冲我家奈奈叫嚣了。她登台唱歌的时候，你家姐姐还在肯尼巴吧？16岁发布专辑，成了世界巨星。最红的时候卸下一切出国留学，归来仍有顶流般的话题度。你告诉我她过气？不是，沈优下的粉丝怎么敢的呀？作为路人我都要看不下去了。要点脸，谢谢。闹剧以沈优下粉丝惨败收尾。正当我准备关上手机时，陆燕出现了。她什么都没回应，只是默默给那句要点脸谢谢点了个赞。陆燕要是不出来还好，一切还可以当个绯闻糊弄过去。现在好了，他这么一点赞，算是变相承认了我和他的关系。至于沈优下的粉丝之前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尴尬。在众嘲下灰溜溜的跑了，连带着沈优下也被嘲讽了一波。风波过后没多久，经纪人就替我接了档综艺，是部休闲慢综，拍摄地点在一处山清水秀的乡村。我刚到，常驻嘉宾就热情地将我迎了进去。岂料一进去就看到张熟悉的面孔，陆燕。与此同时，沈优下也在。姜老师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叫马超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帮我拎行李的男生红着脸朝我伸手。马超，你就是史上最年轻的影帝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你好你好，我礼貌地回握。这人我听说过，是新生代演员里最强劲的黑马，发展的势头不亚于当年的陆燕。马超，石老师喊你去厨房。没聊几句，旁边传来某人悠悠的嗓音。陆燕端着盆番茄从我们面前经过。阿啾，这大夏天的，怎么感觉有点冷？马超搓了搓胳膊。吃过午饭，我们就要去背玉米了。这个综艺之所以火，就是因为这些农活都是来真实。肩上的重量有些出乎意料，我一个不稳，整个人被背都带着往后倒。小心！旁边的陆燕第一时间扶住我。你背太多了，匀点给我吧。我看了看他已经冒了个小山坡的背筐，摇头，不用，我可以的。回去的路程有些遥远。沈优下跟在我们身后，找准机会就找陆燕搭话。陆哥，听说你新电影最近在找人唱主题曲，要不考虑我试试？他本就偏甜的嗓音此刻故意加起，显得格外腻人。越说他走得越近，整个人差点粘到陆燕身上。抱歉，这方面的事不归我管，你需要去找制片人。陆燕声音微冷，上前几步来到我旁边。可陆哥这么有名望，肯定能说上话的啊！身后忙于搭讪的沈优下没注意脚下，不知踩到了什么，失声尖叫。我背后一重，被沈优下压着往前扑去。好巧不巧，路中央有块碎石，剧烈的疼痛传来，我捂住额头，疼得倒吸口凉气。江奈、陆燕惊慌的声音传来。沈优下有我这个垫背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可他还是迟迟压着我不肯起来，还娇娇弱弱的痛呼：“我的脚踝好像扭到了，好疼，起不来了！哎呀，赶紧起来吧你！你压着姜老师了！”
咋那么事儿呢你？没等陆燕发火，马超就一把把沈优夏拽了起来，言语间毫不掩饰的嫌恶。来，我看看哪儿伤着了。陆燕拿下我的手，看到我的伤后，他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姜老师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杯都太重了。说着，沈优夏无助的哭起来，眼眶红红的，跟只被人欺负了的小兔子似的，简直我见犹怜。我无语至极，别哭了，该哭的应该是我吧。姜老师果然在怪我，我知道姜老师心里对我可能有些偏见。闭嘴！陆燕冷喝，脸色难看至极。沈优夏被他吼得直接愣住。我带你回去擦药。回过头，他声音瞬间温柔下来。我点头。回到住所，节目组的医生第一时间给我处理伤口，好在伤口不深，不至于留疤。陆燕则紧张地站在旁边，寸步不离。节目播出后，这段情节自是引起不少讨论，有的觉得我和陆燕太过刻薄，刁难新人，有的觉得沈优夏太矫情太茶，遇到事就知道哭。不是，你们没发现沈悠然背兜里的玉米只有一半吗？对呀，还在那里喊重，路上也一直在那念叨，人家江奈可是满满一背兜。他说他脚崴了，可后面的镜头他脚好好的呀，所以他干嘛一直压着人家不起来？讨论逐渐演变成骂战。沈优夏的粉丝是出了名的粉丝中的战斗机，顺带把陆燕、马超以及节目组全都骂了个遍，引得各家粉丝纷纷下场，一场大规模的骂战拉响。懂了，就是仗势欺人呗，仗着自己咖位高欺负新人，娱乐圈就这嘴脸罢了。马超也不是好东西，亏我还磕过他和夏夏的 CP。你们看到的是大明星磕破的娇嫩额头，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努力在娱乐圈立足的追梦女孩被一群人职场霸凌，各大营销号下场，引导广大网友对沈优夏产生同理心。渐渐的，舆论偏向了沈优夏，而沈优夏的粉丝更是直接给我 P 了一照，舞到了我本人的账号下。我关上手机，眼不见为净。比起关心网上的舆论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给电影《暖春》唱主题曲。没错，就是陆燕即将上映的那部。本来我是不想接这个活的，但看在沈优夏这么想要的份上，我当然不能让她如愿了。预告版一出就登上热搜，我清亮透彻的嗓音与磅礴的电影基调格外适配，这一波直接把票房的预约人数又拉到了个新高度。沈优夏粉丝气得不轻，就连沈优夏本人也坐不住了，发博卖惨，好可惜，错失了梦寐以求的机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只要继续努力下去，上天总会看到我的，附赠一张眼眶泛红的美照。被虐到的粉丝充满了战力，再度涌进我的社交平台，与我的粉丝展开骂战。故意的吧？明明知道夏夏很需要这个机会，却把这个机会抢了过去。江奈也就这点格局了。说吧，这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陪睡了多少次？看着越来越刺耳的言语，我嘴角微勾，将这些人的辱骂和首页纷纷截图保存。等做好这一切后，却发现陆燕替我说话了。他直接发文犀利讽刺，小丑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，暗讽谁字不必多说。陆燕都发话了，他的粉丝们打着维护嫂子的旗号，跟我的粉丝结成联盟，各路粉丝纷纷加入，对沈优夏粉丝展开声讨。自那以后，沈优夏粉丝就老实多了。我演唱的主题曲《荆棘丛生》也红遍了大江南北。自此，我正式回归乐坛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就到了陆燕把大宝接回去的日子。来到约定的地点，一向准时的陆燕却迟到了，而且发消息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呜呜！大宝忽然变得有些烦躁，他在原地来回踱步，时不时冲着空气叫唤2声。我心里腾起股不祥的预感。手机首页弹出微博的推送消息，让我心头一跳。陆燕吊威亚坠落受伤，短短的一排字，却让我整颗心都悬了起来。我犹豫了许久，还是驱车来到了医院。巧的是，给陆燕接诊的医生正是顾锦玉，我名义上的未婚夫。当年我和陆燕分手，他有一半的功劳。你果然来了。顾锦玉面无表情地盯着我。他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有点脑震荡。顾锦玉见我询问，脸色有些不好看。我刚想越过他进去病房，他就叫住了我。你明明知道你和他没有可能，江董事长那关你们过不去。我脚步狠狠一顿。自妈妈去世后，爸爸就对我管得很严。知道我和陆燕谈恋爱后，他死活不同意我和一个戏子在一起。在他眼中，顾锦玉才是最佳的女婿人选。在顾锦玉的撺掇和爸爸的威胁下，我被迫和陆燕分开。自那以后，我选择出国留学，减少了和家里的往来。重新遇到陆燕后，我沉浸在与她重逢的暗喜中。可顾锦玉简单的一句话就将我拉回了现实。在门第观念极强的爸爸眼里，我和陆燕绝无可能。我和他的事不用你管。还有，我已经不是3年前那个处处都需要你们的江奈了。现在的我有能力独立做出选择。我侧眸，冰冷地看着他。
即便我不和陆燕在一起，我也不会乖乖嫁给你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奈奈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？顾锦玉靠近，俯身下来，只要我想得到的，就一定会得到。他眼神带着狠意。我眉梢一挑，推开他，沉沉开口：你要是敢动他，你就死定了。我们拭目以待。顾锦玉瞥了眼病房，大步离去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，病床上的男人此刻睡得正香。我刚坐下，他就睁开了眼睛。奈奈，看到是我，陆燕眼睛一亮。别乱动，感觉好点了吗？我伸手摁住他，看着他苍白的脸色，没忍住吸了吸鼻子。我这不没事吗？别哭。见我哭了，陆燕立马就慌了，手忙脚乱地去找纸巾。见没有纸巾，他就拿指腹替我轻轻开去。奈奈，你心里还有我是吗？良久，他躺在那里，傻呵呵地笑道。我笑了笑，回避他的问题。我去给你倒水。别走。陆燕神情一慌，伸手拉住我，眼带祈求。我无奈地垂手叹气，重新坐了回去。奈奈，这一次我们不要再松开彼此的手了，好吗？他握着我的手，力道越来越大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鼻头泛酸。千言万语化作一个简单的音节。我们望着彼此，都红了眼眶。陆燕住院期间，我们的感情迅速回温。她恢复得很快，没过多久就痊愈出院了。我筹备许久的专辑也顺利上线，且反响相当好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今天，经纪人火急火燎地给我打来电话：奈奈，快去看热搜。打开热搜，看到标题时，我眉头皱起。江奈新歌疑似抄袭沈优下江奈他方，两首曲子对比抄袭。歌曲的词曲全程都是我亲自写的，抄哪门子的袭？热搜里放出了2张曲谱，一张是我手写的前期曲谱，另一张则是沈优下写的，2张极其相似。不仅如此，热搜下还爆出了一段去年沈优下在家的弹唱视频，他哼唱的曲调与我的新歌相差无几，再加上各大营销号带节奏，我仔细看了看时间，还真是去年。即便真的会撞，但不至于全部都相差无几吧？脑袋被扣下抄袭的帽子，一时间我的所有社交平台和歌曲评论区都被无差别攻击辱骂。什么国际巨星，我看就是个抄袭狗，建议查查他以前的歌曲，怀疑也是抄的。难怪之前那么针对夏夏，原来是做贼心虚。现在是什么世道啊？真正有才华的不被发现，抄袭的却赚得盆满钵满。我一直都不喜欢他，也从来不听他的歌，跟我一样的请点赞。听说他从小就没妈，那正常了，没妈教，所以即便是抄也那么理直气壮。恶评越来越触目惊心，有的直接问候我的家人。我的团队开始进行紧急公关。然而这场舆论背后似乎有着更大的推手，舆论非但没有停歇的趋势，反而越演越烈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网上有人把陆燕高中时期的毕业照放了出来，照片上陆燕当时有200斤，整个人又高又胖，站在我后面，五官都被肉挤得看不出原样了。犹记得当时的陆燕自卑又敏感，跟我说话时磕磕巴巴的，连句完整的都说不出来。陆燕的脱胎换骨是在大一开学，当时她穿着简单的白 T 站在我面前，神采飞扬，自信又郑重地跟我告白。虽然陆燕嘴上不说，但我知道她很在意自己的过去，恨不得将以前肥胖的自己彻底埋葬。可现在不但被人重新翻出来，还被曝光在网上供人议论。我去，这是陆燕，好肥，假的吧？陆大影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胖的时候？恶心的跟头猪似的。不是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一下子又是陆燕又是江奈，他俩是得罪谁了？一惹抄袭狗配死肥猪，绝配！哈哈哈哈！救命！现在这俩人的粉丝怎么不跳了？之前不是很厉害吗？活该呀！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重新坐回电脑跟前，反复查看那段将我实锤的视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摆在桌面上的手机响了，是安姨，家里负责爸爸饮食起居的阿姨。喂，奈奈呀，睡了吗？还没呢。阿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安姨沉默了几秒。你爸爸住院了。住院？怎么会住院呢？刚刚顾少爷来看江董，不知说了什么，江董一急就晕过去了。又是顾锦玉。我深吸口气，放下手头的事，开车前往医院。我进去时，顾锦玉正在跟爸爸说话。3年不见，爸爸的鬓角都掺了白，整个人看上去憔悴了不少。见我来了，顾锦玉找了个借口离开，走之前还嘱咐叔叔现在状况比较稳定，尽量不要刺激他。说完，他就关上门。爸，来了，坐吧。爸爸看我一眼，叹了口气。刚坐下，他就冷冷哼了声。听小顾说，你又跟那小子死灰复燃了。
爸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有很多事情我想自己做选择，这一次我不打算退缩。想好措辞，我抬起头，试图说服时，爸爸开口打断：如果你还想陆燕在娱乐圈里继续混下去，就赶紧和她分开。爸，你又拿这招威胁我，我气急，但考虑到她还在生病，只好忍下来。你知道的，你爸爸我说到做到。爸爸闭上眼睛，靠在枕头上。如果你答应和他分开，爸爸可以帮你处理掉你近期的麻烦事，包括那个沈优夏，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娱乐圈碍你的眼。我沉默着起身，我是不会答应你的，你好好休息吧。3年前就已经妥协过一次了，这次我不想再重蹈覆辙。打开门，顾锦玉就倚在门边，我无视他，想从他身边走过，他却直接拽住我的手腕。他声音阴哑：奶奶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给我个机会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顾锦玉，我不喜欢你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麻烦你以后少去找我爸爸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那些小心思。挑拨离间很有意思吗？挑拨离间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。正如你说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实在太清楚了。我鄙夷地看着他，说得咬牙切齿。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，公关那边忙得不可开交，不少正在接洽的工作都被迫暂停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，刚走到门口，门缝里就传来股火锅的香味。与此同时，里面还传来几声狗叫。大宝，他不是前几天被陆燕接回去了？难道……我打开门，就看到了在桌前忙着剥菜的陆燕。她戴着粉色的围裙，神色柔和。大宝绕在她的脚边，馋得掉哈喇子。回来了，来吃火锅喽！陆燕上前牵起我的手，大宝高兴地转圈圈，尾巴恨不得甩成螺旋桨。我看着他，张张嘴，打算说些什么。陆燕看着我，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。我抿唇，点点头。吃完饭，陆燕抢在我之前开口，不论有什么事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可是这可能会连累你，不存在什么连不连累。奶奶，有什么事我们一起解决。陆燕握住我的手，掌心的温度让人分外安心。汪汪！旁边大宝不甘示弱，把狗头搁到我的腿上，撒娇求摸摸。网上的舆论还在继续，谩骂不绝于耳，可我的心态却是平稳了不少。我将沈优夏那段视频传给了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学姐，那个学姐是计算机系的天才，说不定能发现点什么。结果不出所料，这段视频有猫腻，它右下角显示的时间是伪造的。解析出来的视频中，时间显示的是3天前。我将视频保存下来，第一时间联系了公关和律师。等等，虽然视频是假的，可那份早期的曲谱却是真的。当时为了改进曲子，我手写了很多份，淘汰下来的曲谱都被我随手堆进了工作室的杂货间里。我赶到工作室，在杂货间翻找了许久，将近期淘汰的曲谱都翻了出来，数了数，果然少了1张。能够出入工作室的，基本都是从我出道起就跟在身边的老员工。我怀抱着复杂的心情，来到了监控室。傍晚时分，工作室空无一人，一个浑身裹得十分严实的女人偷偷摸摸地在监控下溜进了杂货间。我盯着监控视频里的身影，心寒无比。即便她裹得再严实，我也认得出，她就是我的经纪人。只因她脚上那双皮鞋是她生日时，我特地拜托国外名匠为她定制的，全球就这么一双。当时我怕她心里有负担，就故意说是在网上买的。我万万没想到，那个背刺我的，居然是我如此信任的人。我气得手指颤抖，拨通经纪人的电话，那边却一直无人接听。我正打算直接杀到他家里去，结果刚走出工作室，外面不知何时聚集了不少记者和狗仔。他们见我出来，纷纷上前，恨不得把话筒直接戳我嘴里。姜老师，抄袭风波后您一直没有回应，请问是否是默认了呢？姜老师，请问您真的是江郎才尽了吗？不然为什么会想到去抄袭后辈？听说您父亲是某集团的董事长，请问是否会因本次抄袭事件而针对沈优夏呢？记者的问题一个比一个犀利，我被逼得往后退，周围的人七嘴八舌，吵得人脑袋都快炸掉了。我想要躲进工作室，岂料手刚刚碰到门把手，人群中就传来一道刺耳的声音：江奈，敢抄袭我家夏夏，去死！旁边一个戴着口罩帽子的女生朝我跑来，她手里拿着个玻璃瓶，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液体，扬起手就要朝我泼来。我呼吸一凝，抬手就要挡住脸。与此同时，我腰间一紧，被人护进了怀里，熟悉的气息钻入鼻尖。小心！周围传来众人的惊呼声。与此同时，陆燕痛苦的闷哼声传来。陆燕，我靠，是硫酸啊！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快打120！周围的人叽叽喳喳，我却无心关注，只是看着陆燕的脸色越来越白。我吓得声音颤抖：陆燕，你没事吧？你别死啊，陆燕！
傻瓜，只是皮外伤，没事的。陆燕疼得脸色惨白，额头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。即便如此，她也在耐着性子柔声安慰我。很快120来了，伤口面积虽然不大，但却触目惊心。留这么个疤痕在背后，对于演员来说，多多少少会有影响。奶奶，奶奶，门外传来爸爸着急的声音。他推门进来，身上还穿着病号服，被安姨搀扶着，颤颤巍巍地朝我走来。爸，我赶紧上前将他扶住。你怎么下来了？医生说了，你要卧床休养。我不赞同地看着他。听说有人朝你泼硫酸，有没有伤着哪儿？你放心，爸爸绝对饶不了他。嗨！爸爸忽然愣住，他直勾勾地看向床上的陆燕，眉毛一飞，指向陆燕，这小子怎么在这儿？好啊，来医院了，不先来看爸爸，却跟这小子鬼混。我扶额，爸，是他帮我挡的硫酸。此话一出，爸爸就安静了。他眼神变了又变，从不屑到震惊。最后他冷哼了声，想不到你小子还有点胆识。陆燕则是乖巧地坐起身，冲爸爸笑道：叔叔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叫陆燕。没错，虽然我和陆燕认识了这么久，但这的确是我爸和陆燕的初次见面。按照以前，我爸是绝对不会放下身段和他瞧不上的戏子见面的，更别提说话了。但这次却不一样，我爸居然让我和安姨出去，说要和陆燕单独聊聊。爸，陆燕还是病人，你不要。知道了，你爸我还是病人呢，怎么不见你担心？我是老虎啊，会吃人啊。爸爸没好气地瞪我一眼。这天，爸爸和陆燕聊了很久，我也没闲着，抽空去了趟警局。那泼我硫酸的是沈优下的一个大粉，刚刚成年，被捕后看上去十分无助，几度跪下想求我原谅。我却是冷冷扶开他的手，抱歉，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事情很快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，沈优夏和他的一干疯狂粉丝被群起攻之，其中陆燕的粉丝战斗力最强。但事情没完，我趁热打铁，让律师整理好证据，向沈优夏提起了诉讼。与此同时，陆燕的团队也在网上爆出了沈优夏过往的黑料，并且还放出了不少实锤的证据。虐猫、知三当三、校园霸凌，种种道德败坏的恶行被公之于众。这场反击打得又狠又准，拳拳直打沈优夏的痛处。陆燕粉丝还扒出，当初那个在网上爆料陆燕高中照片的账号，正是沈优夏的小号。所谓的得不到就毁掉，大概就是他这样的吧。沈优夏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但等待他的不仅是身败名裂，还有应有的法律惩处。解析视频被放到了网上。我的那位计算机学姐也很热心肠地录了个说明视频，在她的带动下，许多有关的博主站出来为我证明。抄袭这顶沉重的帽子，最终在沈优夏的一封手写道歉信中被摘下。事件接近尾声，这天我的门被敲响，打开门，外面站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是我的经纪人。他面色有些憔悴，眼眶也红红的。我脸色不佳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奶奶，是我被金钱迷了眼睛，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。经纪人说着，懊悔地蹲下身，他抱着脑袋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事故锦玉，他给我开了个很诱人的价钱，想让我给他一张你之前的手写曲谱。我真不知道他拿曲谱是要来害你，我以为他只是想多了解了解你。奶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他伸手想要来扯我的裤脚，我往后半步，他的手蓦然僵在半空。你不是已经出国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经纪人身形一震，颓废道：你都知道了。对，我早就查到你的行踪了，所以在我还没后悔前，赶紧滚！我忍住声音里的哽咽，冷漠地盯着他的头顶。正准备关门时，经纪人起身，用手抵住门框。我挑眉，怎么还不走？等着我报警抓你？谢谢，我微怔。谢谢你，奶奶。经纪人红肿的眼睛感激地看着我，他后退，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我抿着嘴唇，仰起头。即便如此，眼眶里的泪珠也还是滑落下来。16岁出道，到现在整整10个年头，在我眼里，他是宛如家人般的存在。只是有些东西是底线，一旦碰了，就回不去了。门关上，我再也绷不住，哭出了声。汪汪！那天火锅后，陆燕担心我的情绪，就把大宝留在了我家。此刻大宝叼着他心爱的玩具熊，摇着尾巴朝我走来。他将玩具熊放到地上，用鼻子往我这里拱了拱。嘤，大宝将脑袋凑了过来，用鼻子嗅了嗅，随后舔了舔我的下巴。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仿佛在说：妈妈不要伤心，有大宝在。我委屈地抱住大宝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第二天我就去医院办公室找顾锦玉对峙，办公室里刚好只有我们俩。我反手将门关上，
顾锦玉，你可真行，我的经纪人是你买通的，对吧？他写字的手顿住，无奈的揉揉眉心。你还是查出来了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看着他气不打一处来。原来我只以为你是个喜欢挑拨离间的小人，但我发现我错了，你不是小人，你是贱人。我怒气冲冲的把包往他桌子上一扔。说话呀，为什么？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啊？好处？只要毁了你，你就会老老实实嫁给我了，不是吗？顾锦玉垂着头，忽然笑出了声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一时间大脑空白。奶奶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我会对你千倍万倍的好。我躲开他伸来的手。你就不怕我告诉我爸？奶奶，你恐怕还不知道江董事长现在有多信任我。就算你告诉他，你觉得特么的顾锦玉，老子宰了你！他话还没说完，门就被人一脚踹开。爸爸愤怒的吼声从门口传来。顾锦玉脸色陡变，爸爸走上前，哐哐就甩了他2个耳光。门口，陆燕面色铁青，顾锦玉刚刚的气势全都不在了。在我爸面前，他怂得跟个孙子似的。顾家虽然厉害，但在江家面前还是小弟。顾锦玉被院里勒令停职。至于顾家，则股票大跌，再加上江家的打压，宣布破产是迟早的事。只能说爸爸对顾锦玉太好，导致他如此自信，自信到以为自己在我爸的心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分量，自信到觉得我爸会随意质疑自己的女儿。只是他恐怕忘了，我爸是出了名的护犊子。即便闹僵3年，他也依旧是当年那个护犊子，护到被其他幼儿园家长孤立的爸爸。顾锦玉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，顾家也在不久后宣布破产。这天，我拎着食盒推开病房大门，将军，里面传来陆燕好听的嗓音。陆燕，她怎么在我爸病房里？只见俩病号正盘腿坐在窗边，金色的阳光洒下，他们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棋盘。右将军，不算，撤回！我爸的棋品一如既往的差。在陆燕无奈的视线下，他火速将落错的子收回。出院当天，我和陆燕回到我家，关上门，我问出了早就想问的问题：那天你和我爸在病房里聊了什么？怎么他对你的态度转变这么大？这是男人之间的秘密。秘密？确定不说？不说，某人十分倔强。我偷笑，趁他不注意，伸手挠向他腰边的痒痒肉。哈哈哈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！被我拿捏住软肋的陆燕彻底绷不住了，不顾形象的哈哈大笑。正在我得意洋洋的时候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扑倒在沙发上。奶奶，这几年我好想你。我伸手攀上他的脖子。想我？有多想？很想。不信，有本事证明给我看。陆燕不知想到什么，眸色氤氲上一股诱人的欲色。我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？说完，他俯身而下。进行到一半，我想到什么？对了，大宝呢？我让人送去宠物店美容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说完，他就含住了我的唇，手指抚摸到他背后的伤痕，我心口一堵，进而更加热烈地回应着他。